买保险就是买平安。本节目由中国平安独家冠名播出。马上要开盘了，让我看看今天的股市情况。来看沪深两市当前的运行情况。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上班穿搭，是一个浅蓝色的西装。我觉得穿搭其实是可以提升自己气场很好的一个工具，而且我这个地方还加了垫肩，就是会让人显头肩比很好。还有一个小技巧，就是在手腕上点涂一点点香水，我觉得也会更加的自信和利落。今天像那个什么？今天像华尔街之狼，不太像，感觉没有那个狼的感觉。但是呢，今天比起昨天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今天小刘已经从一个培训阶段正式进入职场新人。朋友们，我远不是说给我礼物吗？这职场黑话宝典，我真的背了一晚上哎，我现在两眼一黑，这太为难外国人了吧？我会努力的，现在上班去了。中国人民银行沪深两市当前的运行情况：上证综合指数4129.62点，上涨47.27点，下跌51.16，92点1.95%；恒生国际指数01点，上涨204.66点，下跌192.67点。上班啦！欢迎来到由中国平安独家冠名播出的《初入职场金融记》，这里是人身风险防控中心，请打卡，请打卡。啊？什么？什么叫请打卡？哦，请打卡呀 ！Oh my god！ 请通。哦，天哪！孟雨桐打卡成功，身处职场之中，快教教我如何一招戒掉弱者气息。我思故我在，哈哈！我是第一个来上班的人吗？如此勤奋的小女孩，是我。天哪，空空如也的工位，需要清醒一下。我想到我以前上班的时候，也是把东西放下之后，也是第一时间来茶水间，开始洗洗涮涮，开始泡茶。困了，我的骄傲放纵。醒过来，请你醒过来，醒！哈哈，秘书小梦上线啦，给大家搞点咖啡吧。隔着2层都能吵到你是吧？怎么可能？就是你在吵，就是文涛在吵。他有这个实力。来，打卡，请通行。刘璋打卡成功，确认过眼神，今天要做绩优股。哎呦，文涛打卡成功，笑一下吧，我命中注定的金融人。开干！高清晨打卡成功，记得要多和大家对齐一下颗粒度哟。对齐颗粒度。好的，我今天不会有什么颗粒度的。今天我的任务是职场消防员，谁生气了我就给他浇灭。嗨，嗨，上班啦！上班了，早上好，早上好。我来得好早。早上好。我还给你们准备了养生茶。哇，哦，这个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你们可以抽一个这是什么？幸运饼干盲盒。因为我们今天第一天上班。今天穿的也太帅了吧，朋友们都很帅。我给大家搞了点水，然后煮了一个那个枸杞茶。哇，我也准备了，快！咱们就是一个茶水间达人。哇，这个是我自己包啊，给你们包。这里边是茶包，这个是那种熬夜的茶。哇，这有桑葚，有什么茯苓啊，有。我超级喜欢茶包。我超喜欢中医，我跟你说。谢谢。放这吧。
我想带大家跳一个操，上班打气的。对，打气操来，来跟我一起念，哇哇，多么美好的一天！哇，多么美好的一天！充满了热情、充满了热情、能量、能量、智慧、智慧、健康、财富。财富。 Let's go！ 开始上班了。朋友们，你这边有个公告来，风控代理人须知。 用真诚且严谨的沟通，识别委托人的潜在风险，做防控意识的传播者，而非焦虑的贩卖者。然后我们每个人需要写一下我们这一次初入职场的一个目标。目标。好啊，哎，那我现在打个样吧。好的。我立个 flag， 做一次最佳的代理人。他写字的姿势好挺拔，他今天穿的西装，我觉得很，是吧？是不是人很不一样？他换了一身衣服，人就不一样了。真的。都起范儿了，起范儿了。你知道我今天进那个电梯的时候，我就，然后小李说，装什么啊？他看到我们两他刚刚个根本就不看我们一眼，你知道吗？眼都不带看的，直接往里走。我没看到你们，没看到你们。你的目标是什么？涛哥，努力上班是为了更好的下班。好，赞同。想要让大家看到一个全新的莫雨桐。你要真诚，你要有效率，尽可能的帮助委托人。哎，我好想看你写泰语。哎，写一个那个吉利的泰语吧。哦，挺可爱的感觉。没有，这是我的字儿可爱。哇，你好会给自己贴金啊！这什么意思啊？就是身体健康。你教我读一下。你确定吗？这样， สุขภาพแข็งแรง สุขภาพแข็งแรง 再来一次。 สุขภาพแข็งแรง สุขภาพ แข็งแรง แข็งแรง 差不多能听懂。好，立完了。小齐哥呢？下去跟呢？专家给他派了点别的任务。没错。 Hello， 哦，老师好。老师好，老师。 Hello， 大家早上好。早上好。今天呢，依旧由我作为大家的平安金融专家，跟大家并肩作战。哇，太好了。那接下来我们今天就要开始正式对接我们的委托人，给他们做风险梳理，还要做风险减量。这里有几个东西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啊。 我们会把跟我们的委托人的一个接触叫 ADC，A 是 approach， 跟他接触。这种接触要变得更加的有意义的话，其实也要考量我们能给对方带来什么价值。第一是什么呢？第一是 diagnose， 就是诊断，预估它背后可能存在的一些风险点。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会有自己的视角来考量问题，所以你们的诊断能力特别的重要，会被你们的委托人所看重。 然后 C 叫什么 ？C 叫 close。你给别人提供了再多的这个方案建议，到最后是不是还是希望把它落地下来？要不然我们就叫谈了一个寂寞。所以我们一般在做 close 的时候呢，需要解决委托人可能存在的一些疑问。如果对方觉得没问题了，意愿也准备好了，那一般就能 close 成交这个案例。因为给小齐额外布置了一些任务，所以他今天不能参与我们的早会。来，欢迎来到我们的人身风险防控中心。那接下来就要向你认真介绍一下。那今天我们的委托人比较特别啊，我们收到的委托需求是我们国内现在非常庞大的一个群体，独居人士。我想问你们在座各位，有哪几位是独居的人士？你们仨？ 对，之前也我们俩住在一起过啊。哦，你们俩一起住过？对，我们当时是5个人住一起。哎，那觉得独居跟群居的话有哪一些差别？就不用看到他的脸，其实挺好的。
哎，那你能忍住吗？就是没人跟你说话，忍不住我就打字、微信聊天。当然了，独居会让我们更加的自由跟独立，不过独居也会给他们带来一些隐患。而今天我就要跟大家公布我们的委托人是谁了。哦，哇，这是委托人目前在网上的公开事件。走，我们去跟他们见面吧。Hello， 哎，老师知道了，来了来了。Hello， 老师你好。我还特意为了咱们初入职场金融季，邀请到了一位有着丰富商业经验的朋友，我们的李敬业来到咱们职场当中来陪伴大家完成接下来风控代理人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当然也是对于来说，我们也是老的朋友。欢迎光临。Hello， 欢迎来上班，又上班了。是老的朋友。Hello。刚刚我们其实已经聊了很多，提前讲述了一下风险减量书啊，和他之前的工作非常相像。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每一期要完成的一个任务，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来审视当下他的情况，财务啊、健康呀、社会啊、心理资源啊这方面。哇，这个东西太熟悉了，跟我当年在律所做那法律尽职调查一样。要不然高中毕业，我跟你讲，列完之后也要再写一个解决方案，然后最后再怎么建议他。KYC， 对 KYC， 我们以前是做基金的时候也会要做那个客户的 KYC， 团队上。不过我们以前是对企业、对项目，现在就对人，这样就很需要注意，就是受访人他的这个情感状态，因为他毕竟不是企业，他不是说冷冰冰的数据。最后的最后，为你即将开启的职场生活，鸣锣开道，这么有仪式感的，是把这个锣送给你，希望你们都能够成为委托人这个前行道路上最为响亮的存在。好，哎，感觉这个就像是开饭了，这整个的流程他已经非常的熟悉。哇，好厉害！再次进入职场。上次来这里是带我去看病，看那个职业病，然后看好了病人，身体好了，然后知道说这次直接来入职，他是有经验的，你们要小心点啊！一个强有力的竞争者。什么是竞争者呢？我们是带着这个属性的吗？是一位强有力的帮手来到这里。哎，我忽然想起一个事，我还没问呢。这是我们是来抢 offer 的吗？不是啊，不是，没有。我忽然就想起来，我还没问这事儿呢。来，这次是竞争 case。哦，那竞争委托人。最终的目的一定是帮助委托人来解决他们的人生风险。明白。那么接下来就要辛苦敬业，辛苦大家了，辛苦啦，欢迎。之前跟大家说了，因为这一季呢工作原因，所以没办法全程的陪伴各位。那么因为这一季后续的工作安排的原因，所以很遗憾这一次不能像往季一样继续全程陪伴大家。但是对于初入职场这个节目，我始终如一的情怀，以及对于金融行业我内心的敬畏，所以我还是在第一期的这个刚开始的起点上面，想以老朋友和探路者的身份陪伴大家完成第一期风控代理人的探索和了解。在这里提前预祝各位一切顺利，也希望来到这里的所有的委托人能够得偿所愿，真的能够帮助到大家。也希望我们这一季的职场一切都顺顺利利，有任何需要随时找我。谢谢小齐，谢谢小齐。来，你的工位就在涛哥旁边。哎呀，后面见啊！我相信大家一定能够去解决每一个委托人他们所带来的人生风险的难点，也一定能够收获到更多的人生经验，学习到更多的专业知识。所以我之后我相信我也会找他们来取经。各位，拜拜，加油！辛苦林老师，拜拜。好嘞，拜拜。那今天我们的新人已经入了职场了，你们再交流一下。我现在要去接一下我们的委托人。哦，哇，他已经到了，很紧张。委托人的基本资料已经发到你们的邮箱了。好，加油，做好准备。来，
全林老师、韦佳老师啊，你好，你好，你好。来给大家科普一下李维佳老师的基础信息：1976年天蝎座 A 型血，98年以湖南省播音专业第1名的成绩考入浙江传媒学院，毕业后回到湖南广电工作。还有就是刚刚老师所讲的那个附件信息。今天来的委托人是李维佳。附件信息的内容是 AI 检索到的维佳目前公开的个人事件，大家也解读一下它背后隐藏的风险。我从第一个开始吧，可以感受到维佳哥是一个心思比较细腻敏感的人。那这样的人呢，作为一个经常暴露在大众视野中，然后被长期关注的人，他肯定是积累了一些精神上面的压力的，或者是需要释放、需要输出。那我会觉得一个潜在的风险是精神压力。我觉得否认结婚这件事情，表面意思来说就是还没有结婚嘛，然后还没有结婚，这个也会涉及到后面的未来未知的事情，不管是遗产也好，就是要传承下去的下一代也好，也得考虑到这个东西，就是这个资产怎么处理。昨天老师提到了4个管理嘛，那他其实如果是隐退3年的话，可能涉及到他收入的一个不稳定的事情，会涉及到一些现金流的风险。突然的暴瘦肯定是担心他的身体健康嘛，然后又结合，前面他可能目前是一个独居的一个情况的话，那比如说他没有人照顾啊，然后比如说如果一些突发的情况之下，可能很难有人去及时的去给他一些帮助。咱一起进去看看，这是他们代理人的活动区。哦，他们在里面吗？在里面啊。那我们进去看一下。可以啊。努力上班是为了更好的。Hello， 老师好。嗨 ，Hello， 老师好。老师好。Hello， 你好，你们好，你们好。你真的要装作不认识吗？装一下嘛，就是啊，那个一秒破功。说说你的诉求，你的诉求就是站在这儿说吗？老师请坐，我给您拿水呀。老师坐，老师坐。拿水呀，您坐。来，端过来了，太好了。哎，来，这怎么样？喝水。哦，我们有会客厅啊，我们有会客厅啊。我们平时的工位在这里，但我们还有一个接待委托人的会客厅。哦，接待我们的委托人啊，我们可以。那你们带个路呗。好，没问题。哦，这儿阳光真不错，这个舒服多了。对，这儿阳光也好呀。委托人位置，委托人坐这儿。今天他不是那个你们熟知的李维佳，他是委托人李维佳。我昨天在亲友团，我今天不是，我今天是我的委托人的经纪人，负责来挑谁是靠谱的人，给我把关的啊。哎，是这样的啊，你像我年纪也摆在这儿了，包括呢，我也要就是未雨绸缪，了解一些，比如说这个自己未来的一些筹划啊，或者风险的一些预警啊。你像很多人就面临就是未来可能就是独居，就是比如说你得想长远一点，就是说你就是可能未来就是你自己住，或者是没人照顾你，那你就该去怎么去做这些风险的防范。第二个是因为之前都是我父母帮我买的保险，但是呢，慢慢的这几年呢，就会转到我的名下。基本上我也只是说接受了这些保险，但我也不太了解，大概是这样一些诉求。希望你们能够给我一个比较全面一点的，一些规划。一般来说，就你得挑谁靠谱，你就看你相信谁。啊，就是说不能说都为我服务。我们都会为你服务。我们可以的，嘉哥，我们可以。我们愿意，我们愿意。你不怕沟通成本高吗？那你们每个人讲一下你们的特色，
然后让我来感受一下，我觉得谁更符合我的需求，我就来选择一下，可以吗？嗯。哟，紧张了。好，那我说吧。那好，我先说，为了争取我的客户啊，我愿意踊跃发言。大家好，我是孟雨桐，我之前是在董明珠女士身边做她的秘书。哦，是你哦，是我。然后后面的话，我是在做一些自己的内容，其实跟商业上的客户，还有一些具体的人物的需求有一些了解和洞察，所以其实是累积了一些这方面的经验的。我会通过我自己的共情能力，帮您去梳理清楚您的真实的需求，希望可以帮助到你，给到一个满意的方案。好，懂了。那我来吧。韦大哥您好，我叫 AK 刘璋，可以叫我 AK。哎，你们那个做金融行业的名字前面也要加 AK 的吗？就是 A 在前面好找一点。对 ，A 在前面比较好找。通讯录里面，你在那个通讯录里面 A 刘璋金融服务。哦。那我的优势呢，是我的教育背景，我是在纽约大学学数学与经济学这个一个学位。那我会觉得我比较拥有良好知识储备，然后我觉得自己是个逻辑缜密的人。但这些东西都是一些很基础的事情。我觉得最重要的关于我自己性格上，我很认可自己一点，是我是一个很忠诚的人。那一旦您选定我做您的这个保险代理的话，就是花我所有的心思去扑在你的身上，真正的把我站在你的角度去为你着想，去做一些东西。除此之外的话，我其实是有过很长时间的独居。我觉得在这些方面，我是可以比较快速的 get 到你想要的东西的。好，你是做菜特别好吃啊？就是经常做一些独居的料理什么的。会经常做饭，我经常做饭。中饭今天备了吗？午饭是你准备的吗？可惜不是。行，了解了。我现在就以代理人的身份来自我介绍吧。李先生好，我叫高敬成小九，您可以叫我小九。哇，好帅哦！刚刚这一下。哇，太棒了，小九。有动作，有手部动作。我当时在泰国的时候，我是上了伊三仓大学，然后学的是工商管理。所以呢，除了保险这个方面，您有所谓的担心也好，还是未来未知的一些担忧也好，我是能够帮您着想的。然后我日常也会健身啊，或者有一定的营养管理，所以未知的未来健康这个事情，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点。所以除了保险也好，还是未知的一些理财也好，我是能够帮您着想到您健康的情况的。懂了，好。大家好，我是李敬业，人如其名，非常敬业。你好，你好。那我这边的个人比较有特色的点，可能在于说我之前有过3年多的在法律行业工作的经验。那其实我们法律人呢，平常就是做朋友的时候，有一个很显著的缺点，就是犹犹豫豫，眼里全部都是风险。但我觉得其实放在这个咨询行业里面，我觉得它其实会是一个优点，因为我能更加客观的先把所有的风险都罗列出来，然后由我们当事人去评判说，哎，这个风险在我的建议之下，你可能会选择怎么样去应对它，以及怎么样去处置它。那我个人方面呢，也会做过一些可能养老行业的一些调查研究，所以可能这方面的一些知识也能够帮到您。对，希望您考虑。养老这个词非常深深的就是那个扎在了我心里啊！懂了。韦大哥你好，我是文涛。然后我自己的背景是，我是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金融系毕业的，然后自己还学了这个数学学院的数学学位双学位，所以我自己对于在金融方面以及数字方面的这块，我觉得我自己是有优势的。我本人的性格的话，可能
不是那种特别外向的，但我会比较注重一些逻辑，然后以及面对我们的委托人的时候，更加注重你的一些真实的诉求，然后去仔细的去判断你的一些可能会产生的风险的管理。包括我提前也有对你的一些爱好什么有一些了解，就是你喜欢这个滑雪呀，一些运动，个人非常爱干净。包括你考虑到目前可能是独居的一个状态，那未来可能是需要有一定的现金流的这些的保障，包括这个资产的一些传承啊这些东西，我觉得可能我会再从这些多维度的角度提供你一个就是我自己认为更合理的一套关于你的资产的规划的一个方案嘛，所以我认为这是我的优势。就你现在比较偏向谁？你觉得？这班不好上啊。我觉得这几个人都很谦逊，我感觉都能服务好我哎。你看小高是吧？说还抛出了自己的健康管理，说自己也健身，然后呢我也喜欢运动，所以就明显的就是多少有跟我引起了一些共鸣，然后可以在生活上甚至都照顾到。必须的。敬业就是我是真的比较熟，就是看着很有眼缘，然后就觉得又姓李，咱们是家门，是不是？万一这家产传承，那还不得传到？他刚才都说了，他说你的未来的是遗产什么什么的，包括这个资产的一些传承啊。哎，就是你一定要把那个家产传给同姓的人吗？我儿子也姓李。你这个啥逻辑啊？啥逻辑？500年不分家嘛，对吧？啊。对。然后我们小梦呢，她的优势，她确实会跟年长的，就是长辈，还有就是比如说像董姐这样的人沟通。那恰好，那我也是算是半个长辈了。然后呢，肯定她对于这种方面的沟通经验来说，照顾能力来说非常的强。包括其实关注到了您某平台的一个栏目叫加关注了嘛？啊，对。其实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很多内容上交流的分享，我觉得可以不把我当成一个你的服务者，我们可以真诚的沟通。还帮我做自媒体，我有一个额外的优势，我们可以探讨一些内容上的东西。刘璋呢，我还了解了他日常的生活，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有生活情趣，然后有就是懂得把独居生活过得很有意思的人，这一点我也蛮看重的。然后我们的文涛呢，非常的缜密，然后包括这方面的介绍啊，甚至提到了我未来身后的一些，就是对吧？就是考虑的很详尽跟周全。哎，所以的话都很厉害，那我就选。选刘璋嘛。你选刘璋的最后的原因是？我觉得就是看他那种胸有成竹，可以把委托人方方面面的能够安排好。我觉得那肯定。我有感觉他那种脸上啊，还有这种微表情跟肢体上，我都觉得他挺有自信心的，所以我就说哇，选刘璋。在这个领域上，我作为乙方肯定是一个帮助他的人，我必须比他更有自信，必须比他更沉着。OK。不过现在我们不用马上的就是让他们给维嘉老师做风险管理。我们今天还邀请到另外一位委托人。除了我还有。我今天找了一个跟你有类似的状况。就是独居女性，她来了之后呢，你一边映射，就她的状态和你的状态之间的连接，对比一下，去梳理清楚你到底要什么，你到底怕什么，就是跳出来，对，看一下，好，为了我们的委托人有更全面、更多元的这风险识别，当然也要为了在座各位可以有更好的沟通体验，你们待会分2组来进行。那刚才维嘉老师选择了刘璋作为自己满意代理人，那可以任选2名搭档，剩下2位自动成组。那你们2组分别有30分钟时间，10分钟后呢，第一组就跟我一起到洽谈室见。你们可以先回活动区商量一下哪一组先过来。
一会儿把委托人资料发给大家。啊，好，行，可以，没问题。好嘞。感谢信任，感谢信任。哎，我有点想换人哎，刚才那个。我从来没有听过经理带人说感谢信任。是刘璋嘛？感谢信任。我已经想好怎么选人了，请公布。我跟学长跟小九吧，然后小梦跟涛哥。好，没问题。我觉得这样比较互补一点，刚好比较合理。没问题。Oh my god！ 哥哥你好帅，哥哥你特别的优秀。OK， 可以啊。我之所以这么分组是，我觉得星野的话，他的能力跟我是互补的。你是广外外校学长啊，我想跟他去组一组。那小九其实跟我说过他的担忧嘛，那我觉得我主动去选他的话，会给到他一个比较好的心理的支撑。而且其实我们并不是3 vs 2，而是5 vs 1，我们5个人是一个团队。我并不是跟其他4位我们的朋友们去做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竞争，而是我们5个人都会通过自己的努力，给维嘉哥去配置一份我们认为比较好的风险梳理。哦，谁拉他进群一下？开始进群了。因为我一会儿要发一个我昨天研究出来的一套框架，就是平时会跟委托人交流哪个点，然后该知道的一些信息的一些框架。真好，然后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有点像那个书里的 KYC 6大板块。当然就是那个东西，只是我梳理出来。我要直接偷了。直接，我们是帮委托人，我随便。买保险就是买平安。本节目由中国平安独家冠名播出。本节目由宽屏宝美看好又好看的蔡司泽瑞眼镜赞助播出。上芒果 TV 搜芒果卡俱乐部，解锁签名照、入场券等超级权益。哎，委托人的资料来了。Oh my god！ 哇哦！哇，清华大学，天哪！清华大学法学院硕士，长江商学院 EMB， 他前段时间还在读工商管理的课，敬天工程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证券诉讼，哥们儿，证券合规，哥们儿。哇，这有点压力了。你好，思妍，小林老师，你好。我叫刘思远，今年39岁，是一名律师。我一个人住在北京的公寓，跟父母不住在一起，独居状态非常自由，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和规则生活。但独居状态也会有一些安全问题。然后我的家里的密码是很多同事知道的，他们都进来了。就是我一个人住的时候，我门口一定放了我男同学的鞋，而且是我会换。所以你让快递进门吗？不啊，快递门口是个快递桌，然后上面钉一个摄像头。你70岁的时候谁在照顾你？姐妹组团养老。作为独居人士，我觉得我需要一个专业的顾问来规避风险。我今天会是你的经纪人，我太荣幸了。对，我以后就可以说陈林老师是我的经纪人，不是你的新媒体经纪人，是你的人身防控的经纪人。我负责防止给你带来不必要的损失，他们负责给你安排所有防控的规划方案。明白。我们现在去洽谈室。Hello。思源老师好。维嘉，刘思远。哎，大哥。你们喝点啥吗？我去搞点咖啡。我今天是你的经纪人，我来负责你。平安是我的客户，我也是平安的客户。那很好，真的双客户。对，真的。对。
第一组可以出发了。对，我们先第一组。好，好，加油！我们还是尽可能的30分钟之内。30分钟。哎，你给他拿个水吧。好，对，对着行呢，可以回来喝。枸杞。枸杞。哎，我们有没有什么吃的呀？小零食？有，那给你拿点。真的。他带杯水。不，这是给刘丽的。他是我律师，我们给他做什么，我都发现就是在他面前我们都是小孩。刘丽来自这里，他某种程度上是期待我们能不能给到他的一些惊喜，所以我们也会希望说，在这沟通过程中来放松彼此的一种戒备心，去了解到更多他的一个风险以及顾虑。刘丽你好，我们的第一组组合，你们仨。大家好。带给我们委托人的，对，委托人，我们的委托人，对，我们自己泡的这个枸杞水。泡的这个。谢谢。这边是给您的准备。什么同人不同命啊？我不是委托人吗？待会儿就有这个待遇。我在之前来的时候根本没有。他们把你当自己人，把我当委托人，都家人。说明他们其实快速的有进步，也是好事儿吧。我们其实是代表这个我们幕后真正的专家，我们只是代表他们来跟你做一个交流。我们在交流过程中可能会发觉你的一些风险点，我们把它整合。但真正去做这个专业事情呢，是一个幕后看不见一个庞大的团队去做，所以完全不用担心。当然，我们几个我有自信，我觉得我们很棒。我们开始计时了。我们之前是同行，我也有过3年的这个法律工作经验，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也会有比较多能够共同去理解的点。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一开始的话，可能我们会想说，先了解一下刘丽您自己的想法。我先跟你说一下我目前已经有的保险配置情况。第一个呢，就是我身上有一份医疗。第二个呢，我身上有一份重疾。第三呢，我现在有一个我母亲给我买的少儿保险，我理解是个年金。第四个呢，我给自己买了一份养老。第五个呢，我自己有宠物医疗险。这是我现在目前差不多主要的保险配置。然后对未来呢，主要的担忧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个呢，考虑到说，如果说到了45、50再往后，我也在想要不要转换一个赛道。因为我现在还是在一线自己出庭的，自己去见客户的，自己打案子的，但确实无论是压力也好，还是工作强度也好，还是工作节奏也好，能支持多少年我不知道。另外就是我自己的养老，为什么我给自己配了养老保险呢？也是考虑自己养老的问题，以及我现在更迫在眉前的是父母的养老。我父母是58、59年的，所以马上就要进入70岁了，这2年还能跑一跑没问题，那过2年他们的养老怎么办？他们是没有配备太多保险的，包括他们现在已经超过了65岁，他们很多保险也买不了了。所以这是我目前能够想到的一些问题，当然还有更多的问题，你们也可以问我。其实我们也会想要说好奇一下，您可能对比如说自己未来退休以后的一个生活状态，或者说一个生活品质的要求，会有一个大概怎么样的展望呢？生活品质别断崖式的下降吧，就是至少得维持现状。对，维持现状或者略有下降都是可以的。那有给自己定一个预期的一个退休年龄吗？我觉得很难说，退休什么时候，我只能是预期45到50之间，我可能会退2线，就不会再接受这么高强度的1线的律师的工作了。80吗？那个 Matlock， 他都80岁还在打官司。我45是退2线，只是转换一个赛道。对，因为我觉得教育行业其实也能做很久。所以我倒是做到60啊，还是70啊，这个不太清楚。明白。您现在还是一个单身的状态，是不是？
请问您对那个结婚以及这个生子的这个东西的话，顺其自然，顺其自然，是的，没问题。所以未来有可能有，有可能没有，那我觉得唯一的这个就是，万一您以后想谈恋爱，我们可以站在男性视角告诉你谁是渣男，这是我觉得这是我们一个比较能做的事情。刘云，你想聊，我们随时欢迎，都能聊一聊，当朋友一样聊，没问题。那你们告诉我，遇到渣男的话，那我的现在的财产需要做怎么样的规划呢？防范遇到渣男的风险吗？这个本身的话，之前就要考虑到，就是您把钱放在这个父母这个身上，然后以他们的名义去购买一份这个强大的年金险。那我现在有个问题了，假设我进入到了婚姻存续状态的情况下，我每年将我的收入去投保交保费，那么这是夫妻共同财产吗？这个会未来在获赔的时候产生争议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保险就是帮助您解决这样子的问题。如果这个投保人是你的父母的话，大家失去争议。那也就是说，我的大额收入收到之后转到我父母的卡里，然后我父母再去投保，但是这个全程也是可以追溯的链路啊。你从咨询态变考试态了，我收一收，收一收。仿佛回到了我当年也是，你知道吗？刚才那个状态。但委托人每一个问题值得记录下来，是没错。对，我是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的，所以我才会去追问。对，我们肯定会记录下来，后面答复您。我们现在可能更多的是陪伴，然后补充一些您觉得就未来未知的事情。我现在还有一个问题，我现在想了解一下我整个家庭目前的收入来源是来源于我。明白。因为父母都退休了。好的。然后他们都是体制内退的。啊，明白。所以就正常拿他们的养老金。就是你刚刚说考虑到父母的一些保险，然后为未来的事情，您考虑到一些收入不稳定的事情，您对保险这件事情目前是愿意出多少呢？你觉得正常的每种险种的配置应当占我现在收入的多少呢？我觉得如果百分比的话。在不影响生活的情况下，我个人认为是大概5%到15%之内。那如果是保险、信托、证券，包括股权投资、二级市场投资，它各自的比例应该是多少？好，我目前研究一下。对，现在不用给我方案，你们可以有什么问题再问。是。他们都是初入职场，我觉得既然我有一定的基础，我知道自己的诉求是什么，知道自己的需求是什么，那我可能要把我自己的需求更明确的告知他们，然后结合他们的知识，再给我去提供一些他们的一个规划。刘六，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我还想了解一下，就是在生活当中有没有做过手术，或者有没有之前一些疾病我们应该知道或者了解到的方面的？有，但是应该不影响。你想，我重疾都买着呢。明白。您上一次做一个比较全面的体检大概是？应该全面的3年前。3年前哦，那确实该更新一下。对，该更新了。然后这3年每年买了体检，然后都没有去啊。其实我甚至会更建议您说，后面如果有时间的话，甚至说可以把您的爸爸妈妈也带过来做一个检查，过来做一个咨询，而且这个范围可能不仅仅局限于这个保险这方面，还有包括说一些体检方面的，其实我觉得都可以囊括在我们这个服务的范围里面。昨天我们学到了一个说法，这个代理人他所做的事情不只是这个冰冷的条款和对您这个理赔，或者说在这个投保的时候才会跟您建立一个联系，但本身你选择我们的服务，那小九高清晨本身是一个健康大师，包括他自己的健身，身材也非常的好。所以你们的增值服务是什么？那我们其实3个人的话，目前是并没有任何增值服务的。刚刚说的只是玩笑。
我们可能更多的是情绪价值这个方面的增值。但你看刘律已经收获了，开怀大笑。是的。但刘律您可以尽管提需求先提，但后面能不能实现再聊。上班第一天，初入职场的我们，初入职场。第一组我觉得给的情绪价值真的是拉满的。然后敬业能够非常明显的看到他作为律师的基本功都在，他会转换话题啊、拉战场啊、继续深的往下去问需求啊，这些基本功都是在的，既不过度热情，同时呢也是比较有亲和力。时间到了，我让下一组。好，谢谢刘律，谢谢刘律，跟你们聊天非常的开心。太好了。太吓人了，哥们儿！我要缺氧，我要缺氧，我要缺氧，我要缺氧。老师，你怎么能不缺氧啊？做这个职业，我要不行了。我告诉你们，对客户要祛魅，不要觉得他是有什么背景啊什么之类的。这位客户太突出了吧？然后没关系，现在才开始做建议。其实我觉得你们刚刚问了很多问题都很精准了。现在你们要完成风险减量建议。明白。对。然后你们现在要去完成风险识别的部分，在风险减量的时候，针对它的特定风险。你们要做哪些风险减量？没问题，明白。好，随后我们一起给刘律做 presentation。好，没问题 ，Let's go。我们其实主要就是通过聊天，把他的一些顾虑和诉求列出来。可能他自己已经思考过，有些已经有一些解决方案了，那有些可能我们也不一定能提出解决方案，但是起码能让他呈现出来他想要的诉求。所以从哪儿开始聊呢？我现在就是大概知道情况之后，我不知道从哪儿开始问了，怎么问呢？今天他来毕竟是一个独居的一个标签嘛，那肯定长远一点的打算里面还是会有这个保持独居现在这个现状。哎，好了，结束了。如何呀？如何呢？他其实就是刘律的话，就是已经给自己配得很完整了。哦。但是就算是如此，刚刚连老师跟我说一个，就是要对客户祛魅，无论客户是一个多么优秀的人，不要提前觉得他的风险配置已经完美了，就是我们自己，这是我们的工作。好的，我们去啦。去吧去吧。好 ，OK。哦，旁边还有很多人，我才意识到。这么多人。Hello。这边。委托人们好呀。来这边走。好，我们走这边。思源姐，今天有一个客户还想跟我说想跟你建联，我还没有来得及给你发给你，结果就看见你了，给你推一下。好，没问题。客户想找你了。以为是熟人是吧？我们私下约饭。他还知道你有过金融背景。五矿信托嘛。哦，真的，我在中粮也待过。中粮信托。先在中粮，然后后来去了五矿。对，那都能查到的。律师有做背调。哇，天哪！完了。我们是被背调的。感觉我们是委托人。我觉得雨桐对我是比较了解的，他可能会知道我一些需求。文涛我知道他之前是做过信托经理的，他对金融业、对大的金融板块肯定都是知道的，所以我还想看看他能给出我一个什么样的方案。我们开始计时了。思源姐父母都是军人对吧？我爸是军人，我妈不是。现在呢，主要考虑第一个就是未来的大病怎么办。OK。说大病的话，有一些其实是在社保之外的，重疾没法买了嘛，65岁以上了，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就是养老，到底是社区养老还是什么，还是居家养老，这个我也没想好。他们有没有比如就是想要跟你生活在一起的这样的诉求？是这样，他们现在今年是2025年，就去年刚搬来北京，就算是我们分开20多年，第一次长时间的能够团聚了。但是他们也会发现，一个月可能也就见我1、2回，因为我一直在出差。他们也不希望把我绑死，包括我们其实分开20多年，他们就觉得你一个人在北京打拼也不容易，甚至到逢年过节的都不是我回家，他们就觉得你就放7天假，你还有2天奔波在路上，我们来看你吧。
所以他们来北京都这样。那其实还是会把父母接到身边，还是说还是可以异地这样子？如果父母年龄大了，我还是希望能在身边。好的，明白。你真的会想退休吗？我觉得你肯定不想退休啊。我45就想退了。哦，真的呀？我想退2线。您现在属于是单身嘛？对，我单身状态，然后对未来可能进入婚姻，也可能不进入，随缘，然后可能有小孩，可能没小孩也随缘，不是一个是与否的标准答案。那独居的时候，有的时候还是会，我觉得需要宠物陪伴吧。对啊，我2只猫1只狗啊。自己独居的时候会碰到什么问题吗？自己独居就是生病的时候，那我有一次我是流感。然后还好，那天中午我是在单位跟同事们一起吃饭，然后我觉得我就开始发烧了，然后我同事还碰了碰我脑袋，说是挺烫的，说你回家休息吧。然后那天下午就回去了，然后他们就会发现联系不上我了。就正常我不会 drop 那么长时间不接办公电话的，他们就到我家，然后我的家里的密码是很多同事知道的，他们拿密码就进来了。我当时在床上烧的这个脸都肿了的那种状态。然后给我穿上衣服之后，把我带去医院。就那会儿你烧很严重了，那是大高烧嘛？对，39度多，就是完全比较迷糊。对，比较迷糊啊，迷糊。他们来，我还是知道有人来的，他们喊我走，我还是跟他们走的，因为他们也背不动，我就自己走。晕晕乎乎的。对，就跟着他们走了。所以手机响，我是一直没听见的，手机震动我是一直没听见。所以那会儿并不是你不想去求助别人，而是可能确实有一点。那时候你要我自己去打车去医院，我已经很难动了，很难动弹。就是烧迷糊了。然后回来你就在家又躺。只要不就是高烧惊厥这一类的防范就行。对。你会觉得有一点透支的感觉吗？会，经常会有这种，所以这个是为什么我45岁我就想说，换一个工作节奏的原因，因为这种高强度，我觉得再熬个7、8年就基本折寿了。但那时候的问题在于，可能你不需要及时的去回应什么工作，那身边没有人的话，是不是他们不能及时的去发现，如果一旦有什么突发的情况？这是有可能的。我跟刘律都是独居状态，但是呢，我楼上楼下都住着我的这些好朋友邻居，然后再加上我跟我父母又住前后栋。那我们都扎堆住一起，那已经是一种分散风险的一种方式了。那还是想了解一下孙云姐最核心的诉求是什么？比如说，你觉得现在生活里面哪些地方是你最不满意的，或者你觉得可以做得更好的？如果说我自己的赛道转换了，我45岁之后选择了一个相对比较和缓的一个工作节奏和工作方式的话，我的收入可能会腰斩，或者是有更大的断崖式的下降。我怎么样去做一个调控？所以这是我配备我自己养老保险的一个原因。因为如果说我现在靠着退休工资或者靠着社保的话，那你一定是断崖式下降的。但是你已经配过年金了，相当于是对，配过了一些，可能还要再补配。因为我觉得现在不够。有没有想要去调整一些资产配置的，比如说比例或者是项目上面的一些？有。我现在的投资整体是偏保守的。比方说股票的投资非常少，基金也是买 ETF 买的多，主要的投资是在不动产上的，整个风险投资的偏好都是22、23的一个差不多的，就还是比较风险厌恶的，风险回避型，我是个典型的风险回避型的。是你不太能接受，比如说R4、R5以上的风险的这种产品？现在的问题在于我其实不了解这块，是我的一个盲区。我自己买股票一定是亏的，就是我总是那个韭菜，在高点进，所以我现在就放弃了。我也是对的，不要正认知以忘对，这个事情我已经是这样对的。就是你是有一点欲望，是想把它去稍微的，我想做一个优化，所以我也想知道什么样的优化是更适合我的，因为本身我的风险比较保守。比如说，更偏向进取、更积极一些的东西，我们可以把它分散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池子里面，那可能它不会受到某一个单一的一个东西的波动的影响。这个你是可以给我建议的，这块是我未来想做的一个规划。
我发现就是在它的资产配置，它是有一个就是获取高收益的这样的一个需求的。那个时候好像我感觉是抓住了对方的一些需求和痛点。如果你有意愿去调整你的这个比例的话，我觉得还是有很多东西可以推荐。我也想知道什么样的比例是最适合的。在偏进攻型一类的这种理财，可能30%不算高，就肯定不算高。因为你已经有这个投 ETF 的一个经验了，如果它在这个过程当中给你积累了一定的信任的话，你其实可以尝试去做，比如说私募基金，或者是一些更多的尝试，再去深入的去挖掘一下你有没有兴趣去了解这些东西。就从一个长期的角度来讲，这个东西肯定是能够在你的这个整个的资产配置里面去获得一个较为不能说稳定吧，就是长期摊平长期来看的话，是会给到一个不错的一个回报的。就如果没有小孩的话，是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可以传承的人？如果没小孩的话，那么对于遗产如何处置的问题，如果说我想做一些慈善的话，那我就希望有一支刘思远慈善基金。我听下来总结一下您大概的诉求，可能还有没有聊到的。一方面是父母的养老，然后一方面是你自己的养老的问题。你其实对于风险来讲，整体是偏厌恶的，而且你的整体的资产配置里面没有比较偏中高风险的一些资产，就你觉得可以适度的优化。你的其实诉求是在你事业的末端，你希望在收入突然下降之后，每年能有一个比较持续稳定的能够覆盖你的生活这个现金流，然后以及财富的传承的问题，就是有没有子女，大概这些。对，差不多。时间到了。你们的问题非常厉害，我是能这样写的。我两边都有各自的优势在。刚刚前面那边的话，其实给刘律带了很多的情绪价值，就觉得聊得非常非常开心。是的，一个是把情绪满足了，然后这边我们更多的是专业，把事儿搞定了。雨桐去开启聊天，来开始挖掘一些需求点，然后文涛来去给解决方案。我觉得他们俩这个搭配是挺好的。那还是想了解一下孙云姐最核心的诉求是什么？调整一些资产配置的，比如说比例，或30%是打底吧，就是偏进攻型的东西。他们这个配合真的很好。其实有一点类似，就是我们的策略可能是我还是先以他朋友的身份了解到他最近的一些信息，然后这个时候文涛哥从专业的角度去切入一些深入的挖掘。去准备吧，一会儿见哦。一会儿你们两组还是要 PK 的哦。走了，一会儿见，一会儿见。文涛哥，牛，还是很牛。都懂。上过班了，不一样，还是专业的。我们现在可以移步到餐桌。好啊，我们一边吃一边聊。开动了。好。我觉得今天其实对他们太有难度了，主要是这客户太专业了。那思远，就是你有那个一个人住过就特别害怕的时刻吗？有，就是我一个人住的时候，我门口一定放了我男同学的鞋，而且是我会换。我不会一双鞋一直放那2年。所以你让快递进门吗？不玩，快递门口是个快递桌，然后上面会贴这个快递外卖请放此处，有一个牌子，旁边一个牌子说现在正在摄像，请保持微笑，然后上面钉一个摄像头。所以这是因为你的法律意识，还是因为你是个女的？我觉得主要是因为女生。它是防范型的，你放到那其实是个威慑。对，就你的摄像头只要在那儿，就没人敢在你的门口做一些小动作。独居对于女生来说很重要，需要防范的就是安全因素。因为一个人独居嘛，所以我给自己装的智能家居里面是装了安防系统的。如果说小偷来我家，你们会看到，当门打开的那一刻，家里的安防系统会自动报警。这个我觉得安全保障对于独居是非常重要的。但你是咋想起来你要把你的钥匙给你的同事的？你是在防啥？各种。当时猫猫跟我住的时候，我一出差，短差1-2天、2-3天还好。你长差出5到7天的那种，中途就会有人过来抓我的猫，顺便陪它玩一会儿。我倒没有想过说我生病的时候有人来，没想到最后是因为救了命的那个对，用上了。哎，你70岁的时候谁在照顾你？
其实现在我们几个姐妹就已经在说了，就姐妹组团养老。我们有一个姐妹团，我们委托了一个把管人。就假定你只有承受医疗的痛苦，不值得再延续治疗，谁是那个决定帮你把管的人？我们约定了一个把管人，就如果那会儿亲人不在我们的身边，可是他怎么确定你想不想求生的意识？这很难啊。它是很难，它展现的是一种我们内心的担忧。因为现在独居的人太多了，就是深受刺激，大家，所以就为什么我认真的说关于把管人这件事情，那是我们家的一个特别有体感的经历。就你看，我有儿子，理论上我的把管人就应该是我的儿子，对吧？直系亲属，但把管事实上你也不能特别指望孩子。我姥姥她83岁的时候脑出血，然后脑出血的当天就进入昏迷了，然后她就进入了植物人状态，所以她就在临终关怀医院待了3年。然后这个过程当中，她乳腺癌发了，然后引发了她的那个机体的基本的能力就开始衰减了，那就意味着被最后拔不拔管子。因为它真的后面就会全部都烂掉。对，理智状态上来说，就这个放弃治疗是能够接受的。但是你真的要自己的儿女决定说拔，哎呦，那我是亲自经历过我妈跟我舅的商量。就一会儿他哭，一会儿他哭，谁都不敢做这个决定。就结果其实也没拔，是后来自己衰竭。对，我其实最重要带入的是我外婆的身体，就是我愿不愿意在植物人状态底下，在这个被像牢笼一样的身体里待3年。我认为我不要。我此刻能判断的时候，我不要，但是我不要把这个压力扔给我儿子。建议你委托给律师。是啊，所以他们有心理负担，没有道德负担。是的，而且他就是纯理性判断。对。我也经历过你这样的状况，就是我外婆，就是经过很多年，就是到后面生活质量急剧，因为她生病。我妈有5个姐妹，就是有人说不要做这个手术，至少让她走也是完整的。但是我们说，那还是不管怎么样，不希望她最后。比如说，就是这里全部都烂掉、溃烂，就是有一个声音说，我们能够让他舒服一点，会让他舒服一点。然后另外一个声音说，他的求生意识那么强，我们为什么要放弃？就是大家都会来考量这个事情，你知道吗？就叫做总有一天我们会失去对自己的控制力。就我无法表达我愿意还是不愿意。我无法掌控我现有的财产能否给到我的确好的治疗。我认为维嘉和我都跟你有非常类似的诉求。我跟刘律基本诉求也很像，然后呢，确实面临了父母已经衰老，然后面临要养老的这个问题，也要面临很多的就是现实的状况，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共鸣度是够的。哎，我有一个相对来说那个没搞清楚的那个问题，你不是那个其实不排除你可能会有婚姻有孩子吗？对吧？啊，所以你其实是认真做了这个要孩子的，就是我所有的预见之后，我觉得我整个人自由了。对，就是我给自己留了一个可能性。对，我觉得就是你未来可能不要，但你想要的时候，你不会要不了。哎，你知道那上海的那个蒋女士，就是46岁。他的父母已经去世了，然后他就独居一个人住着，结果他就是突发性的心血管疾病，然后就送到医院去了。他的意识就不是特别清楚，因为他没有提前立遗嘱，就没有办法处理说我怎么来治疗啊，我的钱在哪里啊，就弄不清了，全弄不清。所以就没多久走了人。就这个事儿，就是说等到治的时候，可能你攒的钱用不上。钱最后归谁，可能也不是你的意愿，因为理论上这笔钱就没有继承人。对。
所以我们这次也植入了一个服务叫生命尊严保障。其实现在就很多人最后可能亲人不在身边，他可以通过我们平安的平台来提供这种我们叫预嘱的方式，决定未来就包括治疗啊、要不要拔管啊等一系列事情，包括宠物的托管啊等等的照顾。上海蒋女士这个事情，对于独居的我来说特别的感同身受。她在提醒我的是年轻的时候早做安排，给我未来更好的一个生活保障。所以我觉得她让我看到了这件事情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加入芒果 TV 会员，每周二中午12点双更会员抢先看。打开芒果 TV， 搜索芒果勋章馆，完成初入职场勋章任务，解锁多枚专属限定勋章。进入智能电视应用中心，打开芒果 TV 电视端，大屏4K 更清晰。这个独居这个生病的问题，如果随着他个人生活的变化，其实是能解决的。但目前来看，不知道这个独居的风险怎么样去解决。他有可能结婚，对吧？就他对，但是我现在是不知道这个独居是怎么样去。独居其实牵扯出来的还是健康问题。健康的问题。那比如说配置保险的话，如果他生病了，这个保险能够满足有人帮他去看病吗？这个服务吗？对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就分情况嘛。如果他选择未来单身，那所以还是要有一个解决的方案，我觉得。其实刘律他不太算独居吧，他不是跟爸爸妈妈一块？不是，就是他现阶段的独居的风险可控，就肯定是想到未来他自己养老的时候的，如果还是独居状态的话。是，还是配置一份养老险，但是他养老已经买了，就他有点无懈可击。那我觉得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分工了。你写1，小九写2，然后我先把那个风险那块的写一下，减量待会一起来弄一下。好，那我们就先这么分。你看我俩是，比如说是核心风险就是健康、收入。我觉得这么分吧，就是这几个风险，你看，家庭风险、健康风险、财务风险，把父母那块给它归到家庭风险里面。然后你把后面就是它这具体可能能列好几点，然后健康也能列好几点。那我觉得做那个吧，我去做那个思维导图。也可以啊。我跟文涛虽然我们是第一次合作，但是我觉得首先是他在专业上有很厉害的洞察，所以我这方面我是非常相信他和很有安全感的。现在把你们弄好的汇总到我这里，然后我们再一起做风险减量。好，马上。我们最后用你这个 PPT 提交。好。OK， 那我就先。OK， 负值占线3×3，哎，刚好。直接处理到这个。还能这样子？我以前有这种做 PPT 的这种审美洁癖。以前每个律所都会有自己就是偏好的字体，就是他们入职的时候会做一个实习生培训，要求大家我们以后所有东西都按这个格式去发。大佬，人家是正儿八经工作过的。天哪，真的是大佬给我们带飞了。别，求你别。对我和小九来说，敬业是一个权威啊，那他是一个唯一一个在职场中有过丰富经历的人，再包括他很明显很有条理。那做 PPT 这件事情，真的就是一下就全部交给他了。你们坐，没事，没关系，站着，谢谢，给你有压力是吧？对，坐着舒服呀，得站好久。这样像个老板一点。对，这样甲方。哥，你好的我压抑了，真的，好的我焦虑了，以后没有你怎么办？会一直有你的。我给你表演一个节目吧。没有，就是觉得有点愧疚。我写了父母的名字的，你干嘛？的受益人。要考虑到敬业哥刚来，然后我们又把所有这个责任都压到他一个人身上，确实有点过分。我觉得应该可以提供更多好的帮助，建议给父母购买健康类保险。医疗是吧？对，我就想医疗哪个？你找的哪个？没事，我知道，我记得，重疾险。意外险可以的。意外险。
哦，他自己是一定要配人寿险的。对，要买家财税，因为他不是刚买房子吗？以防万一出了什么意外的话，好主意，对吧？这个是很好的建议。我们只剩10分钟了。注意叫什么？那个叫什么？那个被动收入不是利冲。对，就是律师的话，经常会注意就是客户利冲。可以去找那个康复师，专门就是针对比如说什么腰间盘突出啊这些东西的，但这个在医院是没有办法提供的服务。哎，我们有写他的职业风险吗？哦，你就说可能会收入会波动。检查一下有没有 typo。没问题。还有风险这里可以多加一个他那个什么。OK， 搞定了。好，你们好了。我要先完成，然后这样让李静也难受。没事，我们也完成了。我们能找这么多出来，你也挺牛的。哎，来，我给你按摩一下。对。我在考虑我在这里我能干什么。你可以给我按摩。不认真的，在考虑这件事情。我特别希望就是那些专业知识，是立刻现在就进我的脑海里，我才能输出这个东西。而且刘律师这个压迫感是真的很强，我在那里我都感觉我是被考的，就是压迫感特别的重，会让我反思自己，就是我坐在这里我应该知道的更多。我根本就没有办法流畅的跟委托人交流，这个方面的事情我没有办法帮助到团队且委托人。我感受到你的帮助了。现在能把文件理解下来就已经足够难了。没有，我觉得你是这样的，因为你天生就会让人感觉真诚和信任的，就是你有那种天生的亲和力，就会让别人喜欢和信任你。这个是我觉得这个是没有办法被训练的，真的。谢谢你。你做得很好，你做得很好，可以的，没问题的，没问题的。你是最棒的，谢谢。各位同学，我们都准备好了，那就开始汇报吧。老师们好。Hello。Hello。老师们好。回来了。刘璋是我选的代理人。I see you， I see you 啊。哦，天哪，好细心！我以为你们只要投在那个屏上就好了，因为怕看不清嘛。那个下回再打的时候字号大一号啊。你花了没有？花了。我也花了。我们这年龄都进入到了那个。好，再大一点。哪一组先来？那你们先吧。好，那我们先吧。来吧。好，接下来是敬业 AK 以及小九带来的风险减量建议书，然后给刘律我们带来了我们自己的这个方案。我们考虑到审视当下这个，我们认为当前的缺口有关于收入来源比较单一，然后在转型的时候有可能会产出一些收入存在不稳定。然后下一个方面是职业资源，当前缺口呢也是如果发生转型或者转赛到这个方面，也会有一定的收入波动或者不稳定这个方面。然后第三个是家庭资源，家庭资源呢，我们认为刘律师有一定的完善度，所以我们更考虑到的是，跟家庭的父母的健康的保险啊，或者跟父母沟通或者交流关于保险这件事情。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是一个我们总结出来当下阶段可能是核心风险的一个问题，就是健康与财务。我有什么肠胃炎呐，就是什么血管性头疼啊、偏头疼啊，就 JCC 这种常见病。您上一次做一个比较全面的体检大概是？全面的3年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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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期45到50之间，我可能会退2线，但是收入会面临一定的不稳定性，我怎么样去做一个调控？那我们下面呢，就是做了一些风险减量的一些建议。要尽早的完成全面的身体检查。那另外一方面呢，对已有的这个疾病也要定期的去复查以诊治。在我们后续金融专家的这个建议下去配置一些医疗险、重疾险，以及说意外险和人寿险，以及说经常的去常规性的完成一些这个健康活动。健康还是很重要的。对。那财务风险呢，我们会建议说，在更换这个职业赛道之前，去配置多一些跟我们金融相关的一个被动收入的来源，也可能希望说刘律在这个职业变动的期间，可以多去注意一些，比如说客户之间的这个利益冲突之类的，确保我们的职业合规。那最后一点呢，就是考虑到我们还有未结清的房贷，也可以在我们金融专家的建议下去考虑一下这个家财险。非常可爱的一点就是提醒我要去做体检。他们组的方案讲到家财险的时候，我觉得家财险这个也是我最近才正在意识到的一个问题。然后呢，职业风险的话，可能就是在未来我们也要保持一个常规的行业调研以及说研究的这么一个更新的频率，在我们这个金融专家建议下去配置一些跟我们现有的主业相关的一些保险，以及说未来如果婚配的话，我们可能要考虑进行一些婚前的风险隔离。那这些呢，我相信刘律也是非常的了解了，但我就是希望说您也再去多听听我们这个金融专家，让第三方来给自己一些这个视线外的建议，我觉得也是必须的。然后希望这份我们的这个风险减量建议书可以帮到你。好的，谢谢。今夜我觉得他表现得很好。他从律师这个角度呢，也能想到很多，比如想到用婚前协议的形式啊，包括职业风险啊，他也都能想到，这是从他的专业背景能做的一些补强。家财险对你独居其实有用哎，有用。我有一个客户，他家里发生了火灾，家里损失了蛮多的，他幸好有一份家财险，这个适用场景就还蛮多的。房子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资产，对，所以我们要么可以通过买家财险能匹配房子价值的，去尽量覆盖更大的一个损失。下一组，没问题。各位委托人、经纪人林老师，下午好，我是风控代理人孟雨桐。那今天呢，非常荣幸为刘思源女士做这一个风险减量建议书的分析。那我接下来的部分主要是对她个人的风险进行一些梳理。那主要可以看到她的风险分为以下4个方面。健康风险其实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去顾及的个人养老问题。在家庭风险方面，主要是考虑到了父母的养老问题，有一些重大疾病的风险防控，社区养老的问题是可以考虑在他的个人建议在内的。然后第3个部分是工作的风险，作为乙方，甚至是作为内容上的丙方，它还是会有一些客源和品牌资源上的不稳定性。那最后一个部分是财务上的风险，我们其实有跟刘律聊到，他希望他退休之后可以维持个人生活水平，金融产品配置是过于保守的，因为它是 R2 到 R3的等级，所以我们希望可以给他增加一些高风险高投入的金融产品，待会儿文涛会讲到，那就是对刘思源女士整体的一个个人风险的分析。OK， 谢谢雨桐对这个风险方面的分析，然后我们接下来对相应的一些风险点去提供一些我们的不太成熟的减量的建议。首先，这个第一个家庭责任风险其实主要还是父母的养老的问题，那么提前可能就要去了解一些这些入住的流程呀，包括一些这个消费的水平，然后能够提供什么样的一个护理的标准，然后可能有一些还需要提前预定这些床位什么的，所以可能需要提前去做计划的。然后第2点，这个关于他个人的一些健康还有养老的一些风险，这一部分的保额可能还要在不断的去提高，那这个保险也是可以持续的再进行去购买的，在某一个时间点考虑到自己养老的，然后没有人照顾的一个情况下，是不是需要一个一定的监护人帮自己去处理一些无论是财务还有健康医疗上面的一些事务。然后这个第3点就是相关的财务风险这块，可能就是要也是刘律本人更重点去想要关注的一方面，所以我们可能写的会相对的多一些。您可以去尝试去优化一下你目前的一个
资产配置的结构，因为现在不光是整体偏保守偏稳健，而且现在的投资有点过于的集中了，过于的单一了。我现在的投资整体是偏保守的，比方说股票的投资非常少，基金也是买 ETF 买的多，主要的投资是在不动产上的，所以其他的很少。像您的这个阶段，我认为其实可能正常的一个比较健康的这个叫风险偏好比较相对来讲平衡一些或者相对进取一些的，您可以先往30%左右去靠。那这个中间可以选择的工具其实有不少，可以考虑一些私募的基金，一些量化的东西，比如说公募基金里面能够接触到的这种指数增强，它可能会比普通的这种指数基金的表现会更好一些。有一些更多的多元化的分散，比如说一些对冲的一些工具，具体的一些策略可能有很多啊，中性策略啊，量化多头，让你的整个的投资更加的多元和分散，这样不至于被某一个单一的因素，市场的波动或者某一个具体的行业的波动去影响你整体的一个投资的一个收益率。文涛和雨桐，他那个方案就是每一个点都是命中的。他们俩非常好的合作，就孟雨桐他抓到了很多刘思远真正自己想表达的诉求，而文涛呢，他之前做过金融行业，所以会给到刘律现有知识外的、预期之外的新东西。我是给你们稍微有一点建议，就是有些事情他说了他的预期，但你们没往下追一下。就比如说，他说我婚姻我就是随缘，对吧？遇到好的我就愿意进入婚姻，我也希望如果有孩子也挺好。但当一个女性在说这件事情的时候，你还是要追一下，就是她到底希望有孩子这件事情是认真的还是说说而已。所以你们走了之后，我问了一句，也就是说，它是一个认真的事情。我给自己留了一个可能性。对，我觉得就是你未来可能不要，但你想要的时候，你不会要不了。所以所有的这些信息，你们要追一下，你们才知道他真的想要什么。明白。我想提问就是，比如说类似于这样子的事情，会不会出现于不礼貌的情况？比如说在这个保险经理对我的了解非常深，增值服务当中，他们就会有开放性的讲座讲这一块。明白。我相信平安也会有。有。真心理解他的真需求是什么。我懂了，比如说你要给够12分，但是你如果首先你就留到了只给7、8分，就说明你对于这个客户的服务的这个理念跟诚意度就已经大打折扣了。那嘉哥一会儿是什么都可以问是吧？啊，一会儿你的话是什么都可以问是吧？律师是可以问啊，我不行。我会问的。我综合一下整体大家的一个建议，它也非常适合我们的全球急难救援服务。不论是外出工作、独自出行或者陪同家人，户内户外、境内境外，都为你的平安保驾护航，提供7×24小时的全程守护。也可以考虑平安思庆、金悦系列这系列产品，可以同时实现保险保障和财富管理，既能提前储备，也能有助于解决养老需求。好，所以你现在选一个2组当中，你选一个你相对比较满意的组。相对比较满意的，我觉得是我记的笔记记得最多的，给了我比较多提示的，那就是文涛，第2组。我觉得达到了一个投资者教育的目的，就让我开始去思考我的整个的财富的资产配置的问题了。这是我今天一个比较多的收获。还有一个就是议定监护的问题。议定监护，咱俩刚刚吃饭的时候也聊了。我总觉得自己年轻，然后我现在不太考虑议定监护的事儿。但是我觉得明天和意外不知道哪个先到来，真的不知道。对，所以我觉得议定监护是我可能明天就会去考虑的事情。要不咱俩一块儿做？好，写1份也是写2份也是写，直接 copy 给你就行了。还是很值得鼓励的，虽然也不是主要靠我。首先肯定是开心的，然后我其实更关注。出于对于这个委托人的负责的角度，我是不是抓住了他的一些痛点和他的真实的诉求？
我觉得还挺实至名归的吧，激起我的斗志，所以我想要做一个更好的代理人。好，那我送你。拜拜了，拜拜了，拜拜了。辛苦啦，乐律。咱把一块儿关心的事儿一块儿办一办。对，真的是。 3个人携手去看养老院，然后轮番发问。3个人一起去，最后领了3份礼品。鸡蛋牛奶。拜拜了，拜拜了。游思远让我们看到，我们今天有很多非常优秀的独立女性，她一定也会有一些风险，有风险就有解决方案，一个金融解决方案。我觉得这一点就可以让很多独居和渴望独立的人更加的安心。深夜灯还亮，时间静默成江，迷雾里有导航，独行也不慌，让承诺凝成钢，给风险做减量，年轻的旅程通往从容的远方。青春如歌，爱是归航，波浪甲方安然向阳，规划为营照亮迷茫，青春作伴不负双光，让未来见证这守护的力量。当变数轻轻扣窗，时光漫过手掌，一直温柔守望，换未来晴朗。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微博关注节目官微出入职场金融记，解锁更多独家互动和幕后花絮。上微博带话题出入职场金融记发博讨论，有机会获得节目嘉宾专属回应。独家中文百科合作平台，上百度搜索出入职场金融记，精彩内容尽在百度百科。